我相信呢，越是持久的关系，我们越是需要不断的储值。当我们在一段关系里头能够有足够的信任跟安全感的时候，我们的关系就能够维持的越来越长久，也越来越亲近。Hello， 各位朋友，大家好，我是美国加州临床心理师 Caitlin， 欢迎来到我的频道。今天我们想要跟大家讨论的就是所谓的情感账户。什么是情感的账户呢？其实就是每一段关系呢，我们把它当作就像是一个银行账户一样。家庭咨商或者是伴侣咨商过程当中，我们常常会发现，父母对于子女说话，又或者是伴侣之间说话，常常会有一种忍不住我为了你好的那一种批评，又或者是一种提醒，甚至会变成是一种抱怨。那在我们这样子不经意、不假思索的一个对话过程当中呢，其实也一次一次不断的在伤害我们彼此之间的感情。所以我们今天想要跟大家好好讨论一下所谓的情感账户这个部分。那在我们开始之前呢，一样先跟大家提醒一下，我们这个频道呢是跟心理有关的，所以呢，只要是对于心理疾病、人际关系、自我成长等等之类的有这样子的议题，你有兴趣的话，麻烦帮我们按下订阅跟小铃铛哦。好。这个概念呢，其实是来自于 Seven Habits of Effective People，也就是Stephen Covey 他所写的那一本书。那我个人非常推崇这本书，我在下面的描述栏里头也会附上它的连结，所以大家有兴趣的话可以自己去买来看。这本书呢，它里头就提到这样子的一个概念。那所谓的呢情感账号呢，就是说，如果我们把我们这样子的一段关系，把它变成一个像一个银行账户，那如果每一次我跟你说话，我跟你互动的过程当中呢，我都是在批评、指责，或者是我都在评价，即使说你在这件事情上，我想要告诉你的是，不要忘记要把垃圾拿出去倒哦。即使我像是在提醒你，但是其实这个话语当中呢，就是透露着是我可能不太相信你会把这件事情做好。那当然也有更多的是我们常见的是那种你为什么老师都不把这件事情做好？你怎么可以这样子呢？你怎么永远都是学不会呢？你怎么老是忘东忘西的呢？你到什么时候才会学会？我们常常都会用这样子的口气跟家里的人说话。那你有没有发现，其实当我们用这样子的口气说话的时候，我们常常发现的就是不断的争执、不断的争吵，甚至到最后大家闹得不欢而散。所以呢，其实我们要试着透过这样子的一个概念呢，就是让我们自己提醒一下，今天我在跟这个人对话的过程当中呢，我是在提款还是我是在存款？提款的意思呢，就是如果我不断的去批评啊、指责啦，或者是纠正啊，那其实就是一个提款的概念嘛，因为我们情感就是不断的被拉走了。那如果我持续的去提供的是一种赞美，提供的是信任，提供的是安全感，那其实我们就是不断的在存款。那所以呢，今天就想要跟大家分享一些简单的一些小步骤，来提醒大家我们如何让我们的情感账户可以持续的存款。首先第一个部分呢，就是了解别人，试着认真的去倾听对方想要说的是什么。你的另一半，又或者是你的孩子，他说我很想要做这件事情，我很想要看 Super Bowl， 然后呢，其实你对这一点兴趣都没有，然后你觉得明明家里就还有很多事情要做，你怎么会想要看这个足球赛呢？我们可以试着去了解，原来这件事情对你来说这么重要，去看见为什么对他们来说这么重要，甚至去尊重他们对于某些事情的需求，甚至配合他们一起去做他们想做的事情，那这就是一个存款的动作。第二个部分，有的时候呢，我们会常常发现呢，对于别人我们好像都比较容易去注意到一些小细节。所谓的注意细节的部分呢，就是例如说，可能我们如果出门，那别人可能送我们一盘小菜，我们会觉得好感谢你哦。当我们在家里的时候呢，
你的另外一半又或者是你的妈妈帮你煮饭的时候，或者是因为你一生肚子饿了，然后就去帮你准备一道菜的时候，你有没有想过，好感动哦，谢谢你。我们有没有试着去注意到这些小细节，或者是特别为你准备了一些东西，我们也会去注意到那个用心，然后特别去为这个人做出一些特别针对这一个小动作所说的话或做的事。例如说，你注意到他可能比较不喜欢天气冷的时候出门，因为他比较怕冷。那你有没有去注意到他可能在这些小事情上面的需求？那可能就让他知道说，我知道你可能比较怕冷，我们明天晚上出去的时候，我会帮你再多准备一件外套，或者是多准备一个毛毯，这样子你需要的时候呢，就可以穿上。当我们再去注意到对方需要的一些小细节的时候，就会让对方觉得我是重要的，我是特别的，我的需要是被看见的。那这样子呢，对方就会有一种很好的感觉，很暖心的感觉。这个也是一个存款的动作。在这本书里头说了一个很重要的部分，就是信任。我们如果能够在一段关系里头有足够的信任，就是我知道你所说的话你会遵守，然后我也知道你会遵守你的承诺，那我们会有一个很深很深的安全感，就能够相信这个人。例如说，可能我们对孩子说，你在这件事情结束之后呢，我可能会带你去哪里哪里玩。当我们这样说的时候，有时候其实我们是想要激励孩子，然后就想说你做到最好了。可是呢，其实对孩子来说呢，就是一个信任。有的时候可能家长就会说，没有啊，可是今天可能天气不是很好啊，或者是今天怎么样怎么样，那我们就算了啦，改天再去吧。这个改天再去吧，会有一种失落感。那其实那就是一个提款的动作，所以我们可能尽量的去做到我们的承诺。即使没有办法的话，我们也要说清楚为什么没有。那例如说像我们本来今天说好要去动物园，可是今天下雨了，我们没有办法去。那我们今天可能可以先做其他的事情，但是我们可能移到下一周天气好的时候我们再去。我们把一个日期定出来，或者是更精准的去明确表达为什么我们不能，然后有没有一个替代方案，然后我们这些都是能够持续的保持一个信任的部分。那这个就是另外一个持续存款的一个动作。那第4个部分呢，就是所谓的我们要把自己的期望说明白说清楚。为什么要把自己的期望说清楚呢？很多时候呢，我们其实会有一种 passive aggressive， 就是你都不约我，然后你一定觉得我不重要。那其实有的时候可能是我们并不知道对方在忙什么，或者是对方并不知道我们其实很想要跟他们一起出去，或者是对方并不知道你在想什么。那其实很多时候我们都会有这样子一种自己在心里头想，然后就觉得别人是怎么样，然后导致自己心里很受伤。但是事实上没有人是会读心术的，所以如果你不说，别人怎么会知道你真的在想什么呢？所以有时候呢，我们必须要试着把我们的期望说得很明白，而且非常的明确跟具体。例如说，好像伴侣咨商的时候呢，很多时候可能老婆在讲一些事情的时候呢，老公可能就会插进来说，你就这样做就好啦。那其实有的时候呢，老婆可以适时的去反映说，在这个时候，其实我需要的就是你静静的听我说话就好了，甚至给我一些安慰也可以，我只需要你听就可以了。那这样，当我们把一些我们自己的期待说得很清楚、很明白的时候，对方就不会觉得，我好心跟你提一些意见，然后告诉你解决方案，然后你不听，然后还怪我，然后导致两边吵架。其实，当你能够把你的期待说得很清楚的时候，对方也知道他们可以怎么做。那相对的，这样子的争执就会减少，这也是一个存款的一个方式哦。好，第5个呢，其实就是诚恳正直的做人。这个呢，其实比较偏向于是在跟任何人相处的过程当中，可能都需要去注意到的一个地方。试想，今天如果你的朋友，你有一个朋友，然后你觉得跟他相处的还不错，但是你相处过程当中呢，他可能都不断在说别人的坏话，都在说这个人怎么样怎么样怎么样，那个人怎么样怎么样，不断的道八卦或不断的说别人的坏话。你觉得这个人是你可以信任的吗？很有可能你就会开始想，说不定哪天我跟他相处久了，他也会在我背后说我坏话。又或者是更惨的是，如果哪天我们闹翻了，那他不就都把我说的事情都捞出来跟别人说了吗？
所以其实呢，像这样子的一个状况呢，我们会尽量去避免。因为这样子的互动过程当中，你也相对的减少了别人对你的信任，所以尽量呢，在跟人相处的过程当中，我们尽量做到一个坦白，然后诚实的一个状态，会比较好。最后一点呢，是我自己很喜欢的，也觉得非常重要的一个部分，就是勇敢的道歉。为什么这件事情这么的重要呢？因为其实我们都是人，我们一定会犯错。那很多时候呢，在我的工作过程当中，我看到很多人其实因为我们亚洲人的一个环境，让我们觉得我就是要越做越好，凡事都要追求到理想跟完美的一个状态，反而对于错这件事情的接纳度，还有挫折的接纳度非常非常的低。所以呢，很难去说出口，很难去认错，好像这是一个非常天大的事情。但是其实在关系里头，我们一定会犯错。那有的时候可能真的是一个不小心，甚至包括我们在试着改善自己的过程当中，我们还是会回到我们原来的状态，可能就一个不小心就说出口，就是你做这样子就是没用啊。当我们自己发现自己说出口的时候，我能不能够，就发现了我又开始说一些比较批判的话了。那我们可以试着再回去跟这个人说，我发现我用一些比较批判的话来跟你对话了，真的是很抱歉，我觉得这样应该会伤到你，我真的不是这个意思，我很抱歉。我们如果能够很真诚的去跟对方道歉，这样子也是一个存款的动作。我们有的时候确实会无心的说一些话，或者是做一些事伤到对方，或者是呢伤到这一段关系，或者是伤到这一段感情。如果对方反应了，我们要试着去听，那又或者是自己发现了，那我们就要试着勇于承认。当我们能够在一次一次的关系里头做一个修补，那我们的关系就会越来越亲密。所以呢，这个也是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存款的一个动作。那今天呢，我们就先跟大家谈到这里了。不知道你对于这样子的一个概念有没有什么样的想法呢？又或者是你在跟家人沟通的过程当中呢，有没有遇到这样子类似的一个问题呢？欢迎在下方留言跟我们分享哦。要未来有想要看什么样的影片，也欢迎留言或私讯我们都会看的。那我们今天就先跟大家分享到这里了。如果你觉得这样子的影片对你或身边有帮助的话，麻烦帮我们按赞跟分享出去。在我们的影片的某个角落呢，也会有另外一个影片，就是分享我们如何提供一个爱的语言，又或者是我们要如何能够好好的跟对方沟通的部分。希望你会喜欢，我们下一次见，拜。